这还不简单，自然是为了培养后辈。一个贵宾厅内响彻道：“这位大人，可否展开说说？”美女长老问道：“还要如何展开？就是培养后辈啊，你理解不了吗？”那位又道：“那这位大人可知，为何后辈那么多，偏偏是100岁以内的才被称为小辈？修武者的寿命极长，短则万年，长则几万年，甚至活到10几万年的都有。100年于修武者而言，不过转瞬即逝的短暂时光，为何要以100岁以内为界限？”美女长老又问：“算了，老子不拍了，拍个东西磨磨唧唧的，要卖就卖，老子又不是买不起，扯这么多干嘛？”那位不耐烦了，但显然也是不知该如何回答。而就在此时，有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这是这位老者第一次开口，之前都没有说过话，也没有参与过任何竞拍。修武者的寿命虽久，可论悟性无疑100岁之内是最高，所以很多人短短100年就能达到极高的境界，但是后面几千年可能难有长进。当然，若是悟性足够高，就算脱离100岁这个年限，进步也非常人可比，但却也定然不如100岁之时的悟性。因此100岁意义非凡，往往是很多人所能记住事情最多的时期，所以100岁才会被定为小辈，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可能的年纪。当然，也曾有人挖掘遗迹时看到过关于远古时期的记载，那记载中说，修武一途永无止境，但武神境乃是已知修武一途的最高境界，这是大部分修武者想都不敢想的境界，也是各个时代顶尖强者为之奋斗一生却也难以企及的境界。可就算真的达到了，那也将是终点，很难再有进步。只有一种可能除外，100岁之内踏入武神境者将会打破这个束缚，创造出更强的境界。所以100岁是一个评判天才的关键时期。正因如此，无论是太古或是远古又或者当代，都会以小辈作为节点，很多宝藏遗迹会做出限制，只有小辈能够踏入，这是在为小辈提供便利，不单单是为了培养自家的后辈，也是造福整个浩瀚修武界。若真的有朝一日，浩瀚修武界出现了一个能够在100岁以内踏入武神境界的存在，那这位小辈将会把修武界推上前一个所谓有的巅峰，超越远古太古，自然也将成为修武界唯一的王。听到那老者的话后，小鱼儿也是有些很感兴趣的看向仙海少羽，哥，他说的怪有趣的，你听闻过这个说法吗？听闻过，父亲与我说过，他曾在一座远古遗迹中看到过这种说法。不过相比于这件事，我已经确定7届圣府来人了。刚刚说话的那位很少露面，但我曾见过他，所以记得他的声音。他是7届圣府圣级长老之一，界枫叶。仙海少羽说道。他的实力如何？楚风问。具体修为我不知道，但听我父亲说，界枫叶很少做事，几乎常年闭关，也很少露面，所以他的实力很强，在7届圣府36位圣级长老之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我个人猜测可能接近真龙巅峰。仙海少羽说道。而那位美女长老又与仙海少羽猜测可能是界枫叶的老者交谈了几句，最终抬起手来，这位大人真是见多识广，这个说法我也有听闻过，并且这个说法也能解释得通，为何远古时期甚至太古时期的宝藏之地只有小辈能够进入，而此时我们拍卖之物源自太古时期，它的名字通俗易懂，造福后辈阵。据说此物也是修武界最早为小辈打造的一批宝物，它需要进行淬炼才能解开，但只有小辈可以进行淬炼，并且它十分古老。至于里面的物品，可能是对界灵有好处的，也可能是对界灵师本身有好处的，具体也不清楚，唯有淬炼完成那一刻才会知晓。但总之此物不会让诸位大人失望。美女长老话到此处，使得各方人马对于这造福后辈阵更感兴趣了。别兜圈子了，直接说起拍价吧。许多人不由催促道，其中楚风还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他们在门前遇到的那穿着如麻布一般界灵长袍之人中的青年。之前这个青年因楚风他们被提前邀请进入拍卖会场，心生不悦，甚至口出狂言，说要灭掉武者商会，这造福后辈阵起拍价为5000万定商会元宝。美女长老道，这么贵？此话一出，立刻引起各方人马的震惊。往往神兵的起拍价也达不到5000万定商会元宝，但神兵为何物，货真价实，它的价值大家都懂。莫说小门小派，哪怕天河霸主拥有的神兵数量，那也是有限的。此物的起拍价直接就堪比一件品质较好的神兵了，也未免太夸张了一些。我说，你是不是记错价格了？这东西具体作用都无法确定，你便定如此高的价格，不少人发出牢骚，这个价格他们根本不会买，这真的不是小数目，再有钱也不能这么乱花。诸位大人，我的话还未说完，此物较为特殊，若是正常竞拍，起拍价是5000万定商会元宝，但若是有人与此物有缘，起拍价为1万定商会元宝。美女长老说道。有缘？如何判定有缘？众人纷纷问道。1万定商会元宝自然也不少，但是在场的很多人是拿得出来的，他们都是见多识广之辈，但关于此物他们的确没有见过。虽说5000万定商会元宝对于此物而言没人会买，但是1万定元宝很多人都是愿意买的。诸位大人不妨试试。美女长老说话间张开手臂，咚咚咚。而此刻楚风等人门外传来了敲门，紧接着一道声音响起，打扰大人了，大人对此物若感兴趣，可以试试与此物是否有缘。打开房门，一位长老已是拖着一个托盘站在门外，进来吧。楚风示意让其进来，并且楚风自从来到这武者商会，只要说话都是改变了声调的，所以也不怕别人从声音辨别出自己的身份。长老走进来后，先是关门，这才将托盘上的布帘撤掉，而在那布帘上面摆放着3颗指甲大小的珠子，那珠子表面来看跟石头一样，甚至有点粗糙，但实际上那是精妙的小型阵法。
且那珠子的气息与造福后辈镇上的气息一模一样。与此同时，其他贵宾厅的门外也都有长老端着这样的珠子，已纷纷进入各个贵宾厅。所有贵宾厅都有机会与这珠子接触。小鱼儿探手一抓，便隔空将一颗珠子吸到了掌中。请问长老要怎么做呢？小鱼儿问道。大人，将精神力融入珠子之内即可。长老此话说完，小鱼儿便立刻尝试，伴随小鱼儿的精神力融入那颗珠子内，那本石头一般的珠子很快变得晶莹透彻，随后更是绽放微微光芒。恭喜大人，你与造福后辈镇有缘，可享受其拍价1万定商会元宝。长老见状，赶忙施以恭贺之礼，只从他的语气都能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明明是以低价将珍贵之物送出，可他不仅不难过，反而很高兴。很快，仙海少羽手中的珠子也绽放出了同样的光芒。见此一幕，那长老先是一愣，愣了片刻后，这才赶忙再度施礼，恭喜恭喜！想不到这位大人竟也与造福后辈镇有缘，两位大人的到来真是令我武者商会蓬荜生辉。此刻长老的语气已是尽显惊讶，更显激动。从他的反应可以看出，能让这颗阵法珠子有反应，乃是在他意料之外的事。而就在此时，光芒普照，从拍卖台照射到了贵宾厅之内，是拍卖台上的造福后辈阵绽放起耀眼的光芒。见到这一幕，拍卖台上的美女长老也是面露狂喜。共鸣，这不只是有缘，是共鸣的表现，难以置信。竟有大人与造福后辈阵产生共鸣，实在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看来今日我武者商会来了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既然如此，便无需竞拍，此物我武者商会直接赠予。有请这位大人登台领取。美女长老此刻说话都变得慷慨激昂。我说兄弟，你真是不出手则已，这一出手就一鸣惊人啊！仙海少羽看向楚风，因为他知道这是楚风引起的，刚好就是楚风触发那阵法珠子的同时，拍卖台上的造福后辈阵才绽放光芒。此时长老也看向楚风，发现楚风手中的阵法珠子果然也绽放起了光芒。三位大人，请恕小人多嘴，你们到底何方神圣？长老十分吃惊，因为他知道想与造福后辈阵有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们武者商会的长老都试过，都没办法让这阵法珠子亮起。而这里的主事长老曾说过，能让这阵法珠子亮起的绝对是极其利奥德的存在，要么是浩瀚修武界屈指可数的大人物，要么就是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天才。可眼下这一个贵宾厅总共3个人，竟都让这阵法珠子亮起，这足以说明这3位的了不起。这位长老，我们不太方便亮明身份。仙海少羽说道。理解理解。长老连连点头，旋即看向楚风，这位大人，请随我上台吧。有劳。旋即楚风便跟随长老向拍卖台走去。可楚风刚刚登上拍卖台，便发现又有一个长老带着一个人走上了拍卖台。什么情况？对方也发现了楚风2人，立刻发出了质疑。说来也巧，当对方一开口，能够听出那与楚风同时登台的人正是门口遇到那火界灵师，且说要将武者商会灭掉的青年。大人，这引人来此的2位长老也懵了，因为他们发现对方所引领之人的手中都握着那颗阵法珠子，且这阵法珠子散发着同样的光芒。看台中间的美女长老左右来回观望，她的表情也充分表明对这个情况乃是意料之外的，居然有2位大人。同时美女长老开口了，语气之中都难掩震惊。同时可那名披着戒灵长袍的青年却是发出一声嘲讽般的笑声，旋即他又走到了美女长老身旁，指着前方的造福后辈阵问道，这位长老，我想问一下，你先前说有缘者可享受最低竞拍价，后面此阵绽放光芒，你又说是有人与此阵产生了共鸣，所以才会如此，也就是说有缘只是会让这阵法珠子亮起，而产生共鸣才会让这造福后辈阵绽放光芒，我这样理解没错吧？那名青年问道。是这样的。美女长老点了点头。听闻此话，那名青年对着楚风挥了挥手，你下去吧。我为何要下去？楚风问。为何？听楚风这样说，那位青年再度发出一阵笑声，但那笑声同样满是嘲讽。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听不懂人话吗？你只是与这阵法有缘，但是我将精神力灌输到阵法珠子时，这造福后辈阵才绽放光芒的，是我与这造福后辈阵产生了共鸣，听懂了吗？那青年说道。如何证明？楚风问。这位长老看到了。青年道。且他此话说完，其身旁的长老也是立刻看向美女长老。大人，的确是这位少侠手中阵法珠子亮起的时候，拍卖台上的阵法才绽放光芒的。可他话音刚落，楚风身旁的长老也是立刻对美女长老开口，大人，我也是亲眼见到，是我身旁这位大人触发的造福后辈阵。哦，竟有2个人与此物有缘吗？还是同一时间触发？这要巧合吗？美女长老陷入两难，在她的预料中，能与此物有缘的人都未必会有能够产生共鸣的，之前就更是想都没想过，所以当此物绽放光芒，他便下意识的觉得只是一个人所为，没想到会站出来2个人。事实上，这位大人同在贵宾厅的另外2位大人也都与此阵有缘。楚风身旁的长老继续道，那也就是4个人有缘。真的假的？这一刻，莫说美女长老，各个贵宾厅内都传来不愿相信和质疑的声音，因为他们也都试了，结果那阵法珠子没有任何反应，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都自认为自己天赋非同寻常，自然不愿相信竟有这么多人比他们强。唉，我说你装什么装？别人不明白，你自己不明白吗？别在这滥竽充数，赶快滚蛋好吗？可就在此时，那青年则是看着楚风大放厥词。楚风没有理他，而是看向美女长老。长老，既然有缘和共鸣本质有区别，应该有方法进行区分的吧？这个实在抱歉，其实对于此物，我也是只是听闻，今日所见的情况也是我第一次见，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区分。2位大人太强了，我真没想到你们都能与此阵有缘，甚至其中1位产生共鸣，是我的错。
是我准备不周。美女长老满面歉意。喂，我说你就别为难人家长老了，体面一点，自己滚下去，别逼我动手，听见没有？那名青年继续对楚风说道。轰！可忽然一股威压释放而出，直奔那名青年而去。是楚风释放出了仙龙神袍的威压。楚风不理他，只是不想与他计较，但他一而再再而三，楚风也绝对不会惯着他。但楚风的威压还未靠近那名青年，便被另外一股威压挡了下来。那是真神境的威压，是拍卖台上的美女长老。别看他看着对人毕恭毕敬，十分客气，但是他的修为可不弱，乃是真神境的强者。大人有话好说，莫要动手。美女长老对楚风说道。见状，楚风也是收起了威压。哼，敢动手，你当我是软柿子吗？而就在此时，那青年周身结界之力涌动，他不仅释放出了威压，他那如麻布一般的界灵长袍也是光芒闪烁。此刻他的修为尽显无疑，尊龙神袍，但是结界战力却达到了圣龙神袍。我的老天，听他声音年龄不大，是一个小辈吧？不能吧，小辈怎么可能拥有如此修为？难道是七界圣府的凌霄来了不成？凌霄？不会吧？倘若是凌霄，那这位穿斗篷的老兄可就踢到铁板上了。七界圣府的凌霄，谁敢招惹啊？当那名青年展现修为之后，整个拍卖场都沸腾了，没有人敢再轻视这名青年。别看那名青年虽以界灵长袍遮挡住了面容，可是他的声音没有伪装，从声音判断，隐隐也能感觉到他似是小辈，只不过无法确定罢了。但只是这个可能，便也让人不敢大意。来啊，不是动手吗？区仙龙神袍，敢在本天才面前撒野！那名青年本就自傲，在听到各方人马那夸赞与惊叹的声音之后，更是越发得意，气势汹汹就要去楚风身前，但却被美女长老拦了下来。轰！可就在此时，一道磅礴的武力直奔青年而去，是小鱼儿走了出来，他直接对青年发动攻势。只不过小鱼儿的攻势还未靠近，便被武力包裹，强制消散。同样是被那名美女长老拦了下来。你装什么？你知道他是谁吗？你敢在他面前装？谁给你的勇气啊？小鱼儿愤怒地说道。若不是仙海少羽拉着，小鱼儿便会直接冲过去。而那名青年则是不以为然。哟，还有帮手呢？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话到此处，青年更是看向美女长老。你别拦着我，让我好好教训这几只井底之蛙。再拦着，我把你这武者商会拆了。他不仅威胁楚风等人，还威胁美女长老。可美女长老并未收起威压，反而加强了束缚楚风、小鱼儿以及那青年的威压。诸位大人，请冷静，这里不能动手，若再动手，便只能将你们驱赶出去了。美女长老态度依然客气，并且没有任何偏袒，倒是公平公正。驱赶出去？我说的话你是听不懂是吧？来人啊，跟我将这武者商会拆了！青年怒声呵斥。且他此话说完，数道身影飞掠而来，落在了那青年身旁。那些人可以自由穿梭美女长老的威压，证明他们的实力都要在美女长老之上。见到这一幕，美女长老也是面露不安。她没想到今日来了这么多高手，并且敢如此嚣张，这样下去她也是根本控制不住了。可就在此时，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整座拍卖场都剧烈颤动起来。来者是客，若愿意做客，我仙海鱼族以礼相待，但若要在我仙海天河闹事，便休怪我仙海鱼族无情。那声音响彻，没有袭击任何人，可那声音是蕴含威压的，真神巅峰。此刻原本站在青年身旁气势汹汹的几人，反而劝起了那青年。少爷，算了。那青年也意识到这里有仙海鱼族的高手坐镇，所以也没再声张，而是冷哼了一声。见此情形，美女长老也是松了一口气。仙海鱼族的高手在的话，他倒是不怕了，因为他们会长与仙海鱼族的族长可是有交情的。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走近，竟是楚风。大人，算了。见楚风靠近，美女长老以为楚风要动手，赶忙伸手拦住。可只见楚风左手张开，一道阵法布置图浮现而出。这阵法看得懂吗？楚风对青年问。这么简单的阵法，我堂堂尊龙神袍有何不懂？青年说话间直接布阵，不过片刻间便将此阵布置而出，而楚风也同样布置出了相同的阵法，融入珠子内，便可见分晓。楚风此话说完，将那阵法融入手中的阵法珠子内，下一刻他手中的阵法珠子同样绽放出与那造符后备阵相同的光芒。见到这一幕，那青年也是脸色大变。他是尊龙神袍，自然看得楚风没有造假，于是他也赶忙将自己布置成的阵法融入阵法珠子内，结果却没有任何变化。这一刻，莫说青年愣住了，青年周围的人也都愣住了。真相大白，原来这位才是与造符后备阵产生共鸣之人。好厉害啊，这也太厉害了吧！虽说是仙龙神袍，可连武者商会都不知道验证的方法，他却找到了，并且还是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的，这是何等观察力啊！这也是一位大人物啊，到底何方神圣？这一刻，整个拍卖场内都响彻起对楚风的夸赞与感叹。这里的很多人都是行家，没人会觉得楚风造假，也没人觉得是武者商会搞鬼。从那光芒的品质与气息就能判断，的确是楚风与造符后备阵产生了共鸣。其实只是确定这一点，他们倒不至于如此惊讶，而是在这么多高手在场，但却都不知该如何验证的情况下，楚风找到了验证方法，还是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个含金量甚至比造符后备阵产生共鸣本身更强，也更加证明了楚风的货真价实。喂，我说穿麻布那个。忽然一道声音响起，是仙海少羽对青年开口了。还吹不吹了？真是死鸭子嘴硬，不见棺材不落泪。哼！那青年冷哼一声，便转身离去。他没有任何反驳，因为他无力反驳。大人，莫非您之前便了解着造符后备阵？此刻，美女长老看向楚风，今日第一次见。楚风摇了摇头，那大人是如何知道以这样的阵法
能够让阵法珠子绽放出共鸣光芒的。美女长老实在好奇，长老说不知如何证明，我便认真观察了一下。经观察发现，实际上正常来说，与阵法珠子产生共鸣后，阵法珠子就会绽放出同样光芒，但可能年代太久，且经过一些人以各种阵法加持过，所以导致阵法珠子出现了变化。我的阵法只是将阵法珠子修复而已。楚风道：大人的观察力当真厉害，以大人的观察力，接下来这件拍卖品定然很感兴趣。美女长老故作神秘的道，而楚风则是笑了笑，他猜测应该是轮到了仙海少羽心心念念的封神竹简残片了。随后楚风将那造福后辈镇收走，便转身向贵宾厅走去，但从小鱼儿身边经过的时候，仍是忍不住问道：你这丫头怎么跑出来了？那个家伙太猖狂了，我看不下去。小鱼儿道：别扯了，你不是看不下去，只是看不得他欺负你心上人吧。仙海少羽小声说道：别胡说。小鱼儿瞪了仙海少羽一眼，而楚风则是隔着斗篷摸了摸小鱼儿的脑袋，下次这种情况我不叫你，你别出来。楚风其实还是担心小鱼儿，尽管知道这里是仙海鱼族的主场，但这种习惯还是早点改一改，以后可能还会遇到类似情况，万一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护着他们呢。楚风自己倒是能够应对，但小鱼儿出来可能会有其他情况发生，而小鱼儿也是乖乖的点了点头，好，知道了。当楚风三人刚回到贵宾厅，拍卖台上已是有新的物品被推了上来，终于来了。尽管还盖着能阻挡观察力的布料，可因为体积大小与竹简接近，各方人马已是难掩激动之情。其实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早就收到了消息，今日就是为这封神竹简残片而来，想必一些大人已经猜到这是何物，那我也就不卖关子了。此物乃是封神竹简残片，相信关于封神竹简已不用我介绍，那是对修武者有着无上帮助的绝世至宝，是至宝中的至宝，真正的无价之宝。但关于封神竹简残片，可能有些大人不是很了解。封神竹简残片与封神竹简虽有关系，但却不能混为一谈，所以还请诸位大人稍等片刻，让我对封神竹简残片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封神竹简残片也是源自于远古时期。关于封神竹简残片的由来，有两个传说。一个传说是各方势力争夺封神竹简之时，有人战败之际想要玉石俱焚，催动了毁灭性的力量，导致许多封神竹简受损，只有极少数封神竹简保存了下来。所以封神竹简残片内有可能是完好无损的封神竹简，也有可能是已经丧失了神力的普通竹简。至于到底是保存着神力还是丧失了神力，只有去除覆盖在封神竹简残片上那层特殊物质之后才能见分晓。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远古时期有一位狡诈的戒灵师，他为了赚钱发明了封神竹简残片，那附着在封神竹简上的特殊物质是他故意为之。大量的封神竹简残片之中，他掺入了少量真的封神竹简，至于其他的便都是普通竹简而已。这些封神竹简残片他以远低于封神竹简的价格售出，虽说大多数人只能得到普通竹简，可因为的确有人得到过真正的封神竹简，因此这些封神竹简残片仍是卖得极好，甚至伴随封神竹简残片的数量越来越少，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当然无论这两个说法哪个是正确的，如今封神竹简残片已是极少，则是事实。哪怕如今其中包裹的可能是普通竹简的封神竹简残片，其价值也已是堪比神兵。而今日我武者商会将竞拍一件封神竹简残片。话到此处，美女长老便将那布帘扯下，人们终于看到了封神竹简残片的真容。那是一个竹简，但上面布满了灰尘，那灰尘是特殊的物质，具有隔绝结界之力的方法。楚风兄弟，仙海少羽看向楚风，我来观察一下。楚风已是第一时间便开始认真观察，同时各方人马也都在观察，但封神竹简残片难以辨别，乃是公认的事实。这就是一场豪赌，运气不好自认倒霉，若是运气好真的拆出了封神竹简，那自然是祖上积攒了几百辈子的福气，子孙后代都有福了。所以有人也不观察，直接问道：起拍价多少啊？起拍价格6000万定商会元宝。美女长老道：什么6000万定商会元宝？怎么不去抢啊？这比品质好的神兵还要贵啊！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是这个价格还是让许多人大吃一惊，毕竟这是封神残片而不是封神竹简，这么高的价格，若里面只是普通的竹简，那不是要了老命了吗？诸位大人，封神竹简残片如今有多稀少，相信诸位大人也清楚。虽然不能保证这里面一定有封神竹简，但这封神竹简残片得是货真价实。实不相瞒，这是我们会长以8000万商会元宝收来的，现在的价格已是甩卖了。美女长老道：8000万，真的假的？众人产生了质疑。6000万，我要了。就在此时，一名老者开口了。这位开口的老者正是仙海少羽猜测可能是7届圣府的圣级长老的那位，可他话音刚落，便有人再度出价6500万，这是那个先前那名身披戒灵长袍的青年。7000万，7届圣府长老再度开口，7500万。青年不甘示弱，6000万已经超出许多人的接受范围，7500万更是让大多数人死心。可这两位皆是财大气粗，互相争抢，很快价格便抬到了1亿，是7届圣府那位长老喊出的1亿100万。可那青年却再度出价，到了这个时候，7届圣府那位长老也是沉默了。在那位老者所在的贵宾厅内站着多位身影，他们的确都是7届圣府的人，他们到底是谁啊？敢与我们抢？眼见着对方一直抬价，7届圣府长老很是不爽。无碍，残片充满未知，1亿已超出了他的价值，反正大概率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封神竹简，他想要便让他拿去。7届圣府长老那位老者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其他长老也是纷纷闭嘴。原来这位老者真的是7届圣府36位圣级长老之一的戒风叶。可就在此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2亿
2亿？怎么一下子抬这么高？这东西怎么会值2亿啊？听到这个报价，众人第一反应是离谱，这已经远远超出封神竹简碎片正常的价格了。但很快又有人反应了过来，他们察觉到了不对，这个声音是刚刚与那造福后备阵产生共鸣的神秘存在，此人观察力极强，连武者商会都没办法的造福后备阵，他却在短时间内就看穿了修复的方法。莫非他能够看出这封神竹简碎片内存在真正的封神竹简？那也就是说，他几乎确定了这里面是真正的封神竹简，所以才会报出如此高的价格。这2亿的报价的确是楚风报的，尽管楚风伪装了声音，但在拍卖场内从始至终都是这个声音，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是他。而反应过来的众人也从原本的旁观变得心痒难耐，只是这个价格太高了，他们现在基本上也是有心无力了。圣级长老大人，7届圣府所在的贵宾厅内，众位长老看向了圣级长老借枫叶，其他人能够猜测出的结果，借枫叶自然也有猜测，可他却摇了摇头，超过1亿便不买。见他态度如此坚定，众位长老也是不敢多劝，毕竟他们只是跟班，这件事本就是圣级长老说的算，2亿5千万。而就在此时，那名青年再度出价，2亿5千万，这也太有钱了吧？难道他们也能确定这碎片里面是真正的封神竹简？眼见着青年那边也依旧一副必须拿下的架势，众人觉得青年那边必然也是确定了，不然再有钱也不可能这么用。3亿，楚风再度开口。此刻那青年并没有立刻报价，还有竞拍的吗？若是没有的话，这封神竹简碎片将以3亿商会元宝售出。3、2，当拍卖台上的美女长老已经开始倒数的时候，那名青年再度开口：3亿100万。听到这个报价，楚风的嘴角则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并没有再报价的打算。楚风兄弟，为何不继续报价了？你继续报，你钱不够，我来替你拿。这封神竹简归你。眼见着楚风不再继续竞拍，以为楚风钱不够的仙海少羽则是赶忙开口：少羽兄，多大头啊？3亿多买个普通竹简。楚风抬头道：普通竹简？你说那碎片里面不是封神竹简，而是普通竹简？仙海少羽目露惊讶，就连小鱼儿一双美眸也是瞪得老大。大哥哥，你看得出来？我觉得关于封神竹简碎片的传说，第二个靠谱。所谓封神竹简碎片，就是被人伪造的，用来骗人的，并且伪造这封神竹简的人，应该是界灵大帝所为。楚风道：界灵大帝，远古时期最强界灵师，显然仙海少羽和小鱼儿也听闻过界灵大帝秦九的名号。对，就是那位。因缘际会下，我曾得到过那位大人的传承，对于他的一些手段还是稍有了解。这封神竹简碎片的确像是他的手笔，并且因为我身上也有封神竹简，所以我能断定那里面的是普通竹简。楚风道：所以你是故意出价的，你是要坑那伙人？仙海少羽反应了过来，楚风没有回答，但却露出了一抹肯定的微笑。楚风兄弟，你好话呀，不过我喜欢。仙海少羽歪着眼睛，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坑得好，那群家伙就是欠坑。大哥哥你真厉害。得知真相，小鱼儿也是高兴得很，被楚风夸赞起来，但回头又看向仙海少羽。不过哥，你干嘛笑得这么猥琐，好像个变态？第一天认识我呀，在你和楚风兄弟面前，我还不能表露真我吗？仙海少羽道：当然可以。楚风道。见状，小鱼儿则是将楚风拉到了与仙海少羽有一定距离的位置。大哥哥，你小心点，我哥他真的变态，他喜欢看那种很不好的东西。小鱼儿道：我知道。楚风道。小鱼儿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表达了，倒是仙海少羽说道：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已经极限了，出不了更高的价格了？若是再出，咱们就是冤大头了。楚风道：真有你的。仙海少羽笑得更坏了。封神竹简碎片就是此次拍卖会的压轴之物，当封神竹简成功拍出，拍卖会也到此结束。可在拍卖会刚结束后，房门突然被人推开，竟是那名美女长老走了进来。这位大人，主事长老有请。美女长老对楚风问道。可是楚风问，是关于造福后备阵的。美女长老说道。有老长老带路，楚风3人跟随那位美女长老向外走去。此时外面各个贵宾厅的大人物也都自贵宾厅内走出，正在离场。说来也巧，距离楚风他们最近的是一伙身穿麻布一般界灵长袍的人，正是青年那伙人。刚才是你和我竞价的吧？怎么不出价了？没钱了吗？就你这点实力也敢和我争？那青年看到楚风主动开口，话语竟显得意和挑衅之意，显然先前的事让他怀恨在心，现在找到机会自然要嘲讽楚风一番。眼见着青年又找楚风麻烦，有一些人干脆不走了，哪怕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却也是喜欢看热闹，确实不像你财大气粗，花3亿100万商会元宝买一块普通竹简。楚风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人顿时炸开了锅。普通竹简？我没听错吧？他什么意思？他说那封神竹简碎片内是普通竹简吗？这句话一传出，使得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连已经走远的人也跑了回来，甚至连7届圣府的人也在远处观察起来。倘若真是普通竹简，那青年可就太惨了。此刻楚风则是看向美女长老，这位长老，已经拍出的物品没办法退了吧？一旦拍出是无法退的。美女长老说道。那就好，你们不亏。楚风笑道。可那名青年则是不干了，对楚风怒斥道：笑话，你说是普通的就是普通的，你以为你火眼金睛啊？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出来是不是普通的？你现在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楚风问。拆就拆。青年说话间便将封神竹简碎片取出，直接布置拆除阵法。拆除阵法之下，附着在封神竹简碎片上的特殊物质开始散去，很快全貌浮现而出。而这一刻，莫那青年他同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如同石化了一半，因为那竟真的只是一片普通的竹简，除了古老乃远古之物外，没有任何寻常之处，竟真的是普通的竹简啊！3个亿呀，商会元宝
竟买了普通的竹简，这可真是亏死了。围观之人惊讶过后，更多的乃是幸灾乐祸。你故意的！青年愤怒地看向楚风，说话时不仅能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那磅礴的杀意也是涌现而出。见此情形，美女长老赶忙站在了楚风身前，生怕青年真的对楚风动了杀心。可此刻散发杀意的不仅是青年，青年周围的强者也都散发出了浓烈的杀意。他们都意识到是被楚风戏耍了，花这么高的价格买了一个普通竹简，哪怕他们再有钱，却也难免不爽。你们是不长记性吗？还想闹事？可就在此时，伴随一道老者声音的响彻，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席卷此地。顺声观望，只见数位仙海鱼族的强者站在远处，为首的是一位老者，那威压正是这位老者散发而出。看到这位老者，在场的诸多强者也是赶忙上前施礼，拜见尤为大人。而听众人的议论，楚风也是得知这位尤为大人身份超然，乃是仙海鱼族的太上长老之一，真身巅峰的存在。先前在拍卖场，青年这伙人准备动手时，也是他释放的威压威慑住了这伙人。当这位仙海鱼族的太上长老都出现后，青年这伙的大多数人也都是收起了杀意，但青年却依旧恶狠狠地看着楚风。怎么不敢回答？就是坑你怎么了？还不是你自己蠢！小鱼儿指着对方怒斥道。且说话间，小鱼儿还向青年走去，那个架势可不仅仅是斥责对方，甚至想要动手。可楚风则是伸手拦下了小鱼儿，旋即笑眯眯地看向青年，这个你自行判断，但如果你承认你不如我，倒是也可以认为是我故意坑你，反正我都无所谓。此话说完，楚风便看向美女长老，长老，咱们走吧，大人请。长老也是立即引路，楚风一行人便向远处走去。楚风一行人虽然走了，可围观的众人可却炸开了锅，他一定是看出来了，不然不会出那么高的价格，又突然不出价了。就是最终价格只和他出的价格差了100万而已，3个亿都出了，怎么会因为100万退缩？分明就是故意抬价，故意坑人。对，绝对是故意的。但这样一来，不就是说明他真的能够看穿封神竹简碎片？这到底是何方人物啊？这也太厉害了吧！看来他的修为不止表面这么简单，绝对是一方大人物。各方人马议论纷纷，对楚风越发刮目相看。可是他们每一句对楚风的夸赞，都宛如无形的刀子，刺入了青年的心中。他越想越窝火。青年猛然转身，看向已经走远的楚风，大声问道：“你可敢告诉我你叫什么？你是何门何派？你不配知道。”楚风回道：“不敢说吗？怕我找你？”青年大声问道：“这么想报复，不如你说一下，你们是何门何派？回头我去找你。”楚风反问。青年刚想说话，却被其身边的人拦住了。他们自然也不想暴露自己。哼！见状，楚风轻蔑一笑，这一声笑容让青年更是愤怒和郁闷，因为楚风这声笑充满了轻蔑。随后，楚风3人便与美女长老彻底消失在了远处。青年虽然不爽，但也是在其身边人的拉扯下离开了此地。倒是围观之人依旧不愿散去，还在对于楚风坑了青年那伙人之事而津津乐道。相比于这次拍卖会拍卖的物品，其实这次拍卖会所发生的事反而更让他们觉得不虚此行。此刻，楚风3人被美女长老带到了一座武者商会的内部大厅内。3位大人，请稍等片刻。美女长老离开后，很快便有一名老者走了进来，自我介绍：“3位大人好，我是这里的主事长老，名为高浩。高浩长老好，不知叫我们来是有何事？”楚风问。有2件事。第一件事，我受7界圣府圣级长老界枫叶大人所托，转达您一件事。7界圣府想邀请大人加入7界圣府，不知道大人可有兴趣？高浩长老问道。没兴趣。楚风直接回道。对于这个问题，高浩长老不由一愣，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拒绝7界圣府的邀请。第二件事呢？楚风问。第二件事，关于造符后备阵，不知大人可知如何解开造符后备阵？高浩长老问。方法倒是知道，不过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楚风说道。是这样的，大人，我们武者商会其实还有一些造符后备阵，但是想要解开造符后备阵，却不是人人都可以的，所以想和大人商量一下，看大人能否愿意帮我们这个忙，帮我们将剩余的造符后备阵全部解开。当然不会让大人白白帮忙，解开所得之物可分大人2成，并且解开所有物品之中，大人随意挑选。高浩长老说道。那不知你们有多少造符后备阵需要解开？楚风问。楚风早就看出造符后备阵不简单，有这样的机会，他自然不想错过。还有30个。高浩长老道。30个，这个合作我愿意。楚风道。请问这位长老，那些造符后备阵在哪里？小鱼儿好奇地问道。都在这里。高浩长老道。也就是说需要在这里解开？小鱼儿又问。是的。高浩长老道。太好了。听闻此话，小鱼儿则是十分高兴，毕竟这里是仙海天河，若是楚风留在这里，他就多留在楚风身边一阵子了。我说妹子，你别高兴，爹娘就在外面等着呢，你需要先回家足一趟。仙海少羽暗中说道。虽然他们没有公开身份，但却也早就联系了仙海鱼族的人。其实先前仙海鱼族的太上长老愿意出面解围，就是仙海少羽已经暗中进行联系。我不回去，我要陪大哥哥。小鱼儿道。先回去吧，反正楚风兄弟要留在这里一阵子，我会找机会将你带出来的。仙海少羽劝道。我不要，我就要留在这里。小鱼儿说话间还走到楚风身旁，离楚风更近了。仙海少羽则是沉默了，可沉默片刻再度开口时，他的语气变了。你留在这里做什么？楚风兄弟在这里解开那造符后备阵，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对他有帮助，他看似合作为了宝物，可实际上仍在为修炼做努力。而咱们现在的修为虽看起来在楚风兄弟之上，可实际上的战力已经落后于他。难道你想以后每次遇到难缠的对手都躲在楚风兄弟后面？仙海少羽的语气少见的变得严厉。小鱼儿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你我是什么修炼资源？
楚风是什么修炼资源？你扪心自问，若没有家族支撑，你我能否在这个年纪达到这个修为？可哪怕如此，楚风还是追了上来。他的天赋，你我都见到了。到了这个境界，家族对支撑的优势也将很快丧失。妹子，我知道你想和楚风兄弟一起修炼，但家族的修炼条件无疑对你更有利。你若真想多陪着楚风兄弟，你就更要努力修炼，刻不容缓的修炼，不然你迟早会被他甩开。到了那个时候，除非你想做他的拖油瓶，否则将这辈子都没办法与他同行。不信你看看现在，他身边同层之人，除了喵喵姑娘，可还有祖武下界时那些好友的身影，而喵喵姑娘又为何能够与他同行？仙海少羽继续说道，他的语气从严厉变得语重心长。小鱼儿彻底沉默了。尽管仙海少羽和小鱼儿是暗中交谈，可楚风还是察觉到了氛围的不对。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聊什么？楚风问道。大哥哥，你开启造符后备阵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小鱼儿问。无法确定，但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我估计啊，短则1-2个月，长则1年半载，具体的还要我成功开启一个之后才有推算。楚风道。那大哥哥，我和我哥便先回族那一趟，2个月后来找你。小鱼儿说道。好，你们先回去吧。楚风知道仙海少羽和小鱼儿必然也有他们的事情处理，何况他要全力开启造符后备阵，就算仙海少羽和小鱼儿留在这里，其实也没什么时间交流。楚风兄弟，若是有事便捏动这个此物。仙海少羽将一道阵法令牌递给了楚风，楚风也顺势接下，他自然看得懂这种阵法令牌的作用。仙海少羽应该是派人在这拍卖场附近暗中保护楚风，只要楚风捏动这阵法令牌，那位便会追寻而来，当然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才有作用。其实楚风不太希望仙海鱼族掺和到自己的事情中来，他知道七界圣府的实力，自然不想连累仙海鱼族，但还是接了过来，毕竟这是仙海少羽的一番好意。就算他不接，仙海少羽也还是会派人保护楚风。随后小鱼儿和仙海少羽便直接离开。离开的途中，仙海少羽不由问道，看来想通了，很怕做楚风兄弟的拖油瓶是吧？可小鱼儿却傲娇的扬起了小脸，并不是。仙海少羽并不相信，我想多陪大哥哥是因为我们关系好，他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但你的话也确实提醒到了我。不过我想回去修炼，并不是怕被大哥哥甩开，而是我不想变弱。我要保护的不是大哥哥，他有自保的能力，我要保护的是仙海鱼族以及你啊。小鱼儿说道。哟，长大了，知道保护哥哥了。仙海少羽笑道，虽然你很烦，但好歹也是我哥，总不能看着你挨打吧。小鱼儿道，本来还挺感动的，现在怎么感觉怪怪的了？我这么容易挨打？仙海少羽一脸无奈。与此同时，七界圣府的人也得到了楚风拒绝加入他们的消息，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是楚风。好狂妄，竟拒绝了长老大人抛出的橄榄枝，我倒是要去看看他到底什么来路。得知这个消息，七界圣府的许多人感到震怒，甚至有人想去当面问问这个拒绝他们邀请的人。站住！可却立刻换来了界枫叶的制止，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总不能天下人才尽归我七界圣府吧。界枫叶一声感叹后，其他人也都是压住了怒火，他们并非不怒了，因为他们没有界枫叶的思想高度，他们只是听从界枫叶的指令而已。又过片刻，仙海少羽和小鱼儿已经脱去了身上的斗篷，露出了自己真容，因为眼下他们已是登上了仙海鱼族的浮空战船，正在向仙海鱼族航去。这艘战船不是特别的大，但速度极快，远非其他浮空战船可比。别看挂着仙海鱼族的旗帜，可却散发远古气息，乃是远古时期的宝物。战船上全部都是仙海鱼族的大人物，除了那位太上长老仙海游为外，其他长老的实力和身份也都非同一般，就连仙海鱼族当今族长以及小鱼儿他们的母亲也在这艘战船之上。想不到你们竟跟着楚风小友得到了这样大的机缘。此刻仙海鱼族族长周身散发着与战船相同的气息，他正在催动浮空战船，可却满面喜悦，因为他们也是知道了小鱼儿和仙海少羽跟随楚风成功在太古创道地创道之事。父亲，大哥哥真的很厉害，我以前说你们不信，现在信了吧？但是七界圣府太过分了，他们一定会拼命追杀大哥哥，我仙海鱼族能否庇护大哥哥？小鱼儿忽然道。鱼儿，我不介意你们与楚风交好，但我仙海鱼族没办法为外人而战。仙海鱼族族长道。小鱼儿还想说话，可却被仙海少羽拦住。父亲，锦上添花不及雪中送炭，鱼儿这次绝对不是任性，楚风的天赋值得我仙海鱼族不惜代价与其交好。仙海少羽说道。少羽，我仙海鱼族不畏惧任何敌人，无论是谁来犯，我仙海鱼族都敢于一战，但楚风非我仙海鱼族族人，在这个时候庇护楚风，便相当于主动向七界圣府宣战，与七界圣府开战，死伤在所难免。楚风的命是命，可我仙海鱼族众族人的命也是命。仙海鱼族族长说道。父亲，可是不用可是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要走，而楚风在走他自己的路。我说过不介意你们与楚风结交，哪怕是在他已经公然与七界圣府宣战的时候，我也不介意你们与楚风结交，但你们个人的情感是你们个人的事，作为一族族长，我不可能拿众族人的性命来为你们的朋友卖命。仙海鱼族族长说道。见状，少羽和小鱼儿的母亲也是开口。少羽，鱼儿，理解一下你们父亲，作为族长自然要以家族利益考虑，况且楚风的能力你们看到的更清楚，其实他未必需要你们来庇护。轰隆隆，可就在此时，仙海鱼族的浮空战船剧烈一颤，定睛一看，战场上的所有长老皆是亮出神兵，严阵以待，就连小鱼儿的母亲以及太上长老这等人物也是面露不安。他们的浮空战船乃是一件秘宝，自远古遗迹所得，具有极强的隐蔽效果，尤其当下这艘浮空战船由仙海鱼族族长亲自催动，无论速度和隐蔽效果比之平时都要更强。可眼下却有一道身影
拦在了他们这艘浮空战船之前，只用一只手就拦下了这艘战船。此人实力必然极其恐怖，恐怕不在他父亲之下。那拦路之人身穿黑色斗篷，面容遮盖得严严实实，但敢拦仙海鱼足长的战船，可见此人之胆量。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便是有人来找麻烦，你们在此等我。战船之内唯一面色平静之人便是仙海鱼族族长。仙海鱼族族长话罢，便直接走了出去。见仙海鱼族族长靠近，那位身披黑色斗篷之人则是伸手抱拳：仙海族长，你可以称老夫为提线尊者。提线尊者。听闻此话，仙海鱼族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微微变化。换作其他人可能没听过提线尊者，可他们听闻过提线尊者是一个十分神秘之人，传闻他与远古种族有着一定关系，但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提线尊者。有事吗？仙海鱼族族长问道。有一件好事，想与仙海鱼族合作。提线尊者道。可是仙海鱼族族长问。祖武天河有一个势力名为卧龙武宗，这卧龙武宗神秘莫测，虽然如今实力不济，但实则底蕴极其雄厚。他们掌握着一座密的，密地之内所藏匿的宝物，堪比时代之处最强之遗迹。老夫有手段能够锁定那卧龙武宗的密地，并且此次会有多个势力共同出手，也包括传承自远古时期的一些势力。任凭卧龙武宗的隐藏手段再高，这密的也必然无处遁藏。当然若是能够有幸邀请到仙海鱼族，那也是老夫的荣幸。提线尊者说道。我仙海鱼族不感兴趣。仙海鱼族族长说道。是老夫没有说清楚吗？虽说老夫知道仙海鱼族底蕴雄厚，但卧龙武宗那密地内的宝物也绝对可以让仙海鱼族实力大增。当今神之时代。提线尊者还未说完，仙海鱼族族长便说道。你说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再说一遍，我仙海鱼族没兴趣。哼！提线尊者淡淡一笑，旋即抱了抱拳，打扰。话罢，提线尊者便转身准备离去。七界府主。可伴随仙海鱼族族长此话一出，提线尊者的脚步则是立刻止住。提线尊者回头问道。仙海族长，七界府主也在吗？七界府主要攻打祖武天河，大可直接出手，何必拐弯抹角？这可不符合你的身份。仙海鱼族族长说道。仙海族长认错人了，老夫只是老夫，并非七界府主。提线尊者说道。是吗？那可能是认错人了。仙海族长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提线尊者也笑了，同样意味深长。他没再说话，踏空而行，但很快消失在了远处。父亲，那人是七界府主吗？仙海少羽上前问道。直觉告诉我是他。仙海鱼族族长道。他要攻打祖武天河，真正的目标是楚风。仙海少羽又问。他应该也清楚，现在的楚风不在祖武天河，此举应该是想挖出更多与楚风有关系之人，或者有着其他打算吧。仙海鱼族族长此话说完，忽然看向身后，原来是小鱼儿准备跳船，但他只是意念之间，便将小鱼儿束缚在了原地。父亲，放开我！小鱼儿挣扎道。鱼儿，楚风阻止不了这件事，你去告诉他，只会害了他。仙海鱼族族长说道。但我知道了，没办法不告诉大哥哥，若是大哥哥的亲人朋友真的因为他出了事，他定然会极其自责。小鱼儿说道。我已经调查过了，楚风的亲人朋友都已经消失了，不是他的父亲藏起来了，便是楚风藏起来了。至于卧龙武宗，楚风的确加入过卧龙武宗，但卧龙武宗没那么容易被发现。鱼儿，这件事对祖武天河会有影响，但对楚风的影响不大，就算会有很多人死，但也不是楚风的至亲。仙海鱼族族长道。听到这里，小鱼儿默默低下了头，他的第一反应是应该告诉楚风，让楚风自己做决定，可出于私心，他也希望楚风安然。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仙海鱼族族长道。父亲，什么可能？仙海少羽问。这是为楚风准备的陷阱。仙海鱼族族长说道。陷阱？众人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看一看吧，倘若这件事秘密进行，便是想挖出与楚风有关的更多事情，或者真的是我猜错了，其实与楚风无关。这提线尊者也不是七界府主，真的只是发现了宝藏密的。但若是回头这件事传得人尽皆知，那就定然是为楚风准备的陷阱。话到此处，仙海鱼族族长看向小鱼儿，到时候你不说，楚风也一定会知道。可恶的七界圣府，他们真是该死。小鱼儿满脸怒意。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止现在，远古太古皆是弱肉强食，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强者说了算，规矩也都是强者来制定的。看不惯，那你就变得比他们更强，将他们踩在脚下，他们便不敢再伤害你所在乎之人。仙海鱼族族长说道。我会的。小鱼儿说道。我知道你会变强，你们兄妹两个会让我仙海鱼族变得更强。为父从来不怀疑这一点，但七界圣府可能轮不到你们来对付。仙海鱼族族长道。父亲，你是知道有什么人要对付七界圣府了吗？仙海少羽问。听闻此话，仙海鱼族族长笑着摇了摇头，旋即才道。你们不是一直对我夸楚风，说他如何利奥的，如何有潜力，就没有楚风做不到的事。现在我已经信了，我相信你们的这位好友定然会成长为极其利奥的修武者，该不会我都相信他了，你们反而对他没信心了吧？当然有信心。小鱼儿立刻道。有信心就不必过度担心，他这一路走来靠的是自己，而不是你们。七界圣府可能在你们眼中是难以对付的，但在他眼中未必有那么可怕，因为他已经面对过太多这种看似不可战胜，但最后都被他踩在脚下的所谓庞然大物。仙海鱼族族长道。听到这里，仙海少羽不由笑了。父亲说的对，我确实很想帮他，出于朋友的立场，但他可能其实并不需要我的帮助。武者商会的高号主事已是为楚风准备了一个专门用来开启造福后备阵地方，这是一个阵法世界，世界不是很大，但却蕴藏着强大的阵法。
在这阵法世界之内，可以让楚风更快速的开启造符后备阵。真正开启之后，楚风发现造符后备阵比自己预料的还要难以开启。在这阵法世界的辅助之下，也是足足耗费了3日时间，楚风才终于成功破开了一座造符后备阵。阵法开启，得到了一颗红色的水晶石。这颗红色水晶石是专门为戒灵准备的修炼之物，虽说对自己来说没用，可对戒灵则是有着不小的帮助。其实造符后备阵与封神竹简碎片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封神竹简碎片内不确定有什么，造符后备阵内也不确定有什么，但区别是封神竹简碎片内的不确定会导致极大的区别，要么一步登天，要么钱财尽空，而造符后备阵内要么是对戒灵有好处的东西，要么是对戒灵师有好处的东西，只是不确定有什么，但绝对不会空手而归。这红水晶虽是戒灵修炼之物，但它的品质给了楚风极大的信心，在他来看，红水晶多半不是这造符后备阵内所蕴藏最好的东西，后面还会有更好的，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对戒灵伤势有帮助的宝物，所以楚风越发期待着能够开启出帮助蛋蛋恢复的宝物。与此同时，9天之巅的事情也是逐渐传开，楚风还活着，远古天族现身等消息让人意外。最令人意外的是，楚风不仅战胜一众天才小辈，更是登顶9天之巅第一。但更令人意外的是，楚风击败了强大的远古天族后辈，还是在远古天族后辈依次击败当代小辈之后出的手。楚风甚至征服了传说中的力量麦之本源，这样的所作所为，简直连让人们质疑楚风的机会都没有。强，简直强的难以置信。芥染青的儿子不仅锋芒毕露，甚至比当年的芥染青更加的来势汹汹。仙海天和一座上界的地底深处，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空间世界，这空间世界之辽阔，甚至并不比其所在的上界小上多少。而这空间世界隐藏极深，甚至没有特殊手段，当代的修武者和戒灵师都无法发现此地。在这里，所有人都披着一件戒灵长袍，并且多地飘动着相同的一面旗帜，旗帜上写着七界仙阁4个大字。很快，这个地底世界的一座传送阵，传送之力涌动。当那传送之力消散后，一队人马浮现而出。这队人马正是楚风在拍卖会所遇到的那伙青年，只不过眼下这伙人已经摘下戒灵长袍上的兜帽。这些人中大多老者，为首的却是一名青年，脸色皆是阴沉。公益少爷，您回来了，此行可还顺利？见到青年与众位长老归来，立刻便有多位老者笑盈盈迎了上来。为首的白发老者身份应该也不低，顺利个屁，花了一件极品神兵的价钱买了一个普通竹简，封神竹简碎片，到底是哪个混蛋发明的？简直就是故意坑人，下次这种事别让我去，爱谁去谁去。被称为公益少爷的青年直接将一个竹简狠狠地丢在了地上，他的声音与当日在拍卖场被楚风坑了那个青年一模一样。很显然，他就是那个被楚风坑了的冤大头，而他全名赵公义，乃是这7界仙阁的少爷，其爷爷乃是7界仙阁当今阁主。只不过这赵公义并不会承认自己被楚风坑了，而是将自己的失败怪在了封神竹简碎片的创造者身上。见此情形，白发老者神色一僵，而那赵公义身后的老者则是立刻对这位白发老者使眼色，这让白发老者意识到事情有点严重，难怪这位少爷大发雷霆。于是他也识趣的不再对这件事追问，而是赶忙转移话题。公益少爷，9天之巅传来消息了。白发老者道：9天之巅，当代小辈搞的那场对决，这种事情不用向我汇报，我没兴趣。赵公义说话间便气冲冲的向前走去，可白发老者却立刻道：皇府天族的小辈也去了，皇府圣羽也在其中。哦，听到皇府圣羽4个字，赵公义立刻止住步伐，回头问道：皇府圣羽怎么这么没出息了？他的身份竟参和当代废物们的比试。是，他们去了，但却被一个叫做楚风的人击败了，并且9天之巅此行，他们最终生死不明。白发老者道：败了？皇府圣羽竟然败了？这不太可能吧？皇府圣羽怎么可能败给当代的这些废物们？赵公义并不相信此事。公义少爷，此事属实已经确认，并且因为此行，皇府天族有小辈失踪，下落不明。皇府天族的人更是直接露面讨伐当代武者，只是皇府天族出面的人被7界圣服府主全部杀了。白发老者道：听到这里，莫说赵公义，就连与赵公义一同回来的众位长老也是感到意外。皇府天族与当代武者的交锋竟败了，他们只派去了虾兵蟹将吗？一位长老问道。是皇府不凡率人去的。白发老者道：皇府不凡他带人去的，竟也败了？众人问道。是，不仅败了，且被杀了。白发老者道。听闻此话，众人皆是面色凝重。皇府不凡他们是知道的，那可是天神境的强者，是极强的存在。是谁能够击败皇府不凡？7界圣府莫非真有天龙界灵师？那位老者又问。7界圣府的当代府主，他的确是天龙界灵师，并且具体境界无法确定，但皇府不凡在其面前根本没有招架之力。白发老者道：当代界灵师竟出现了这等人物。此刻众人面色愈加凝重，这对于他们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本以为当代武者没有天神境与天龙境的存在，若是出现天神境与天龙境，那他们的计划也将被彻底打乱。等一下，你刚刚说是何人击败了皇府圣羽？赵公义问。相比于那些长老，他则是更关心皇府圣羽的情况。回少爷，是一个叫做楚风的人，这个楚风也是大有来头，据说他是修罗界灵师，有真神境的戒灵为他效力。白发老者说道。真神境的戒灵为他效力，他已踏入真龙界灵师之列。赵公义问。他并没有踏入真龙界灵师之列，还是一位神袍界灵师，并且未达神袍巅峰。白发老者道。笑话，神袍怎么可能让真神戒灵为他效力？你们下次收集消息能否靠谱一点？赵公义一脸轻蔑。对此
白发老者也不敢深说，他只是汇报消息，而不是与自家少主抬杠，不靠谱，这消息根本不靠谱。我就说皇甫圣宇怎么可能败给当代的小辈？看来皇甫圣宇还是要由我来击败。赵公一说话间便向前方行去，但看得出来，就算他不信这件事，可听闻之后，他的心情也比先前好了很多。看到这一幕，众位长老面面相窥。关于皇甫圣宇和他们少主之间的事，他们自然清楚。他们的少主曾败给过皇甫圣宇，一直想要复仇呢，但一直没有把握，因为上一次的交手差距很大，消息是否可靠？赵公一走后，与其一同回来的老者们则是凑上前来。无论是9天之巅内的小辈切磋，还是后面皇甫不凡的当众讨伐，都有很多人亲眼目睹，消息绝对属实，并且这个处分征服了传说中的力量。脉之本源，白发老者说道。脉之本源，听闻这4个字，众位的表情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惊讶高度。脉之本源代表着什么？他们自然清楚，那可是传说中的力量。对了，还有一件事，提线尊者来了，他已经确定消息，祖武天河一个名为卧龙武宗的势力内隐藏着一个秘地，那里面的宝藏极其雄厚，若能得到，对我7界仙阁也会有极大提升。提线尊者准备联合诸多势力，一同前去攻打卧龙武宗。对于这件事，阁主大人很感兴趣。白发老者道。与谁联手？当代势力。众长老又问。当代势力怎配与我们联手？是我们远古家族之间的联手。白发老者道。远古家族联手，虽说我们远古家族的束缚已经彻底解除，但还都不愿意公然露面。就算当代武者很弱，可我们露面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小事。若真的联手，岂不就是同时露面？提线尊者他能有这个面子，把我们远古家族全部请动？对于这件事，众位长老表示质疑。他们远古家族个个傲气冲天，不仅是看不起当代武者，远古家族之间也都是互相看不上。这么多年了，他们这些远古家族从来都没有同时聚集过，让他们联手的难度非常大。不对，你说阁主大人很感兴趣，那看来提线尊者必然是拿出了足够有力的证明他所言非虚，能让阁主大人感兴趣的密的，其他远古家族也必然会感兴趣。我们这些远古家族如今已不再受束缚所限，迟早要冲出地下，重回浩瀚修武界。若真是难得的宝藏，想必没人愿意拒绝。但很快又有长老提出了他的想法。听闻此话，众位长老皆是目露凝重，意识到可能真的会有前所未有的大事发生。然远古家族以为是秘密事件之事，很快也在浩瀚修武界传开。祖武天河卧龙武宗内藏着一个秘地，秘地内有着惊天宝藏，一个名为提线尊者的神秘人更是打算联合浩瀚修武界的顶尖强者们，与远古强者联手，一同攻打祖武天河。刚开始人们还以为这是一件扯淡的谣言，毕竟祖武天河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那就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那里怎么会出现惊天宝藏？甚至还要当代顶尖强者与远古强者一同联手。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消息被各方顶尖势力确定为真，这无疑是震动浩瀚修武界的事件，甚至丝毫不比9天之巅的讨论度低。又过了一段时间，便有新的消息传出，说远古时期的家族已是决定攻打祖武天河，但当代势力并没有哪方势力对这件事感兴趣，至少明面上所有势力都拒绝了提线尊者，也包括7界圣府，反而很多小门小派跃跃欲试。因为众人印象中的祖武天河就是一群弱者所聚集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听闻这个消息便纷纷前往祖武天河。尽管在浩瀚修武界他们是不入流的存在，但若是前往祖武天河，他们自认为有机会也有实力，所以一时之间许多人开始前往祖武天河，想要浑水摸鱼。也正是这一浪潮的掀起，使得很快又有一件大事传开，祖武天河竟出现了一道无形的防御大阵，并且此阵面积极广，虽是无形，但却覆盖了整道祖武天河。那大阵不仅覆盖面积超乎想象，防御力也是极其惊人，真神境强者都无可奈何。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进入祖武天河，传送阵法也将失效。如此阵法简直闻所未闻，莫说没落的祖武天河，哪怕7界天河汇集当今最强界灵师的地方，也没听说出现如此厉害的阵法。这个消息一经传出，更是引得各方强者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前往祖武天河，但一探究竟后，却发现传闻属实，的确有一道无形的大阵，几乎无死角的覆盖了祖武天河。这无疑是爆炸性的事件，能够抵挡真神境的防御阵法，有人听闻过，甚至有人见过，但如此浩瀚的覆盖面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这不可能的事情，偏偏出现在了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于是乎，祖武天河不愧是时代初期最鼎盛的天河，尽管祖武天河没落许久，但却也有着其他天河难以企及的底蕴。看来消息属实，祖武天河那卧龙武宗真的藏有惊天宝藏等言论。有关祖武天河的讨论，在整个浩瀚修武界各地随处可见，关于祖武天河的探讨达到了顶峰。